我觉得就是心态的问题。主要是现在我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让他过和在家里一样轻松的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tin， 这是我老婆。今天是越南的雄王节，越南人视雄王为其祖先，雄王节就是越南人纪念雄王逝世的日子，就像中国人祭拜皇帝一样。雄王节在越南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，在这一天全国都要放假。今天岘港的各大景点都是人山人海，毕竟现在还是有疫情，我们带着孩子就不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了，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比较冷门的景点，这个地方叫东亭博物馆，坐落于岘港的山林之间，里面建造了一些老房子，而且还展示了一些文物，所以这里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旧时的记忆。这是一家私人建造的博物馆，以商业为目的，所以进来要收取门票，但是门票很便宜，只需要2万越南盾。不过里面有一家小的咖啡馆，这里的咖啡就比较贵，一般是外面咖啡店价格的3倍左右。但是这里是纯天然的自然环境，是城里的咖啡店没法比的。它这里的咖啡比较有特色，是用这种小瓶子装的，看上去像是一种酒，有点像我以前在欧洲和非洲喝过的一种奶酒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穿着古代的服装在这里拍照，这些服装是古代越南宫廷的服装。越南人喜欢仪式感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庆祝雄王节。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，虽然里面并不大，但是因为要上山下山，所以感觉到有点累。所以逛了一会之后呢，我们就坐下来点了杯咖啡，就是刚刚看到的那种小瓶子，一瓶就要6万越南盾，其实倒出来也就一小半杯。这样一杯咖啡在一般的咖啡店只需要2万越南盾，但是这个咖啡很带劲，我喝了以后没过一会就醉了。这个醉咖啡和醉酒其实是不一样的，醉咖啡的感觉呢就是很有饥饿感，然后还有一点心慌的感觉。坐在这里喝咖啡的感觉不错，可以欣赏着自然的山林景色，而且时常还有一些猴子在树上跳来跳去。但是就在这么优雅的地方喝咖啡，我和我老婆居然起了一些争执，因为她有点累了，让我抱一下孩子。在我抱了10来分钟以后，然后我把孩子递给她，我说我去拍一点视频和照片，你先抱一下。结果她就用一种很不好的态度跟我抱怨，所以我就抱了这么一会就没有耐心了，因为她的态度很不好啊，所以我一下子被激怒了，然后也用一种很恶劣的态度回怼了她一句，然后我立马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但是她已经把手机拿出来开始订票了，订回家乡的车票。我也不记得这是她第几次想回家了，还好我及时的阻止了她，把手机抢了过来，因为我很了解她，有时候很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。如果我不阻止的话，她可能把票已经都订了。其实我今天并不想来说这一件事，因为这件事情我说了太多次了，我自己也说累了，大家也听累了。在前面2个视频发出去以后啊，我收到了一些网友的来信，有些朋友还给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建议，也让我有了一些启发。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对的，我在这里分享一下，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。如果觉得不对或者有不同的意见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看法，就是关于造成这种问题的最本质的原因，或者是说更深层一点的原因。在前面的视频中我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按时的做饭，而且也没有分担其他的家务和照顾孩子。而今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说话的态度不好。这2种行为都导致了他想回老家，因为在老家岳父母每天的空闲时间比较多，他回老家以后不用做任何的家务，而且还有人帮忙照顾孩子，所以肯定是要比跟我一起生活要轻松多了，而且家里人也不会对他发脾气。所以总的说来，回老家比在这里的生活更轻松一点，烦恼也更少一点。如果只是考虑去选择更轻松的生活，而不用考虑其他的因素的话，我想所有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呢？主要是现在我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让他过和在家里一样轻松的生活，但是我也想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为了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，我就想分析一下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。如果再深入一点的去考虑，我觉得就是心态的问题。说到心态，我以前在视频中也介绍过越南人的心态，虽然那个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，但是也可以说明一个普遍的现象，
那么现在我就来说我老婆和她的家人的心态，为什么不说我自身的问题呢？因为我现在是在分析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而我的问题我觉得还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之一。在说他们的心态之前，我想再举一个其他人的例子，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一个比较著名的越南女主播，好像也是什么选美小姐，嫁给了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美国人，然后两口子一起生活在新加坡。因为丈夫呢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，没有那么富裕，再加上新加坡请佣人的成本也高，所以两口子呢就没有请保姆。然后这个女人就独自在家里带孩子，老公因为要工作嘛，所以也没有做任何的家务，也没有帮忙带孩子，就算在周末也是出去参加一些应酬。所以时间久了以后，这个女人就提出离婚，带着孩子回越南。这个例子是不是跟我们两口子的情况比较相似呢？我之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例子，是因为我想在分析他们的心态之前，不想让大家认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个例而已，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的。但是我的情况好像比这个美国老公的情况要好得多吧，起码我还有做一些家务，也有带孩子。但是我今天不想说他们的心态不好，因为如果说他们的心态不好的话，会有一点自我保护的嫌疑。所以我只想说，这样的心态对两口子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，相反还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。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应该鼓励他们的女儿多和老公单独生活在一起，两个人多磨合一下，而不是因为为了追求更轻松的生活，而碰到一点问题就选择逃避。这种从表面上看起来对女儿的爱，实际上对她将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就算两个人真的走到离婚的那一步了，那么你们又如何能够保证她能够再找一个更靠谱的老公呢？可以让她生活更轻松的老公？我想这个也不一定吧。虽然女方回老家并不代表一定会离婚，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其实她回家以后啊，我也会轻松一点，不用再去担心没有准时做饭，没有去做家务，没有去带孩子，这个我何尝又不想呢？但是为了长久的生活，我觉得现在的磨合是有必要的。尽管这个心态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最本质的原因，但是从目前来看，我是没法去解决它的。想要改变一个固有的心态，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，所以现在还是得着手去改变一些表面的问题。关于这个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几次了，而且有的朋友也在评论区给了一些很实在的建议，所以今天我就不再多啰嗦了。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的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意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